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追踪观察清迈网红圈的一系列事件，也同时和大家分享了许多自媒体创作的经验。而在所有的事件中，有一个案例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今天我们将回到这个案例的原点，我们将完全基于公开可查的影片证据，一步步拆解一位名为严东熙的 YouTuber 是如何在2025年初用短短几天时间，亲手为自己引发了2场至今仍在泰国法院审理中的刑事诽谤官司。这支影片不是情绪宣泄，也不是网络互撕，这是一场基于公开证据的事实还原。故事的起点是2025年2月19日，严东熙发布了一支名为《我眼中的肖恩》的影片。在这支影片里，他为了攻击他的主要目标人物肖恩，却选择将另一位当时与他关系尚可的朋友巨伟先生当成了第一个攻击的对象。他对巨伟先生抛出了数个核心指控，让我们逐一检视。在我们检视第一个指控之前，需要提醒观众，接下来的证据片段包含了对他人精神状况的不实描述，其中涉及敏感词汇，我们在此引用完全是为了进行后续的法律分析与事实批驳。那个时候吧，他抑郁症，天天想着自杀，状态非常的差。第一个指控，被自杀。在这段影片中，他对着数万观众公开宣称巨伟先生因为抑郁症而天天想着自杀。让我们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在未经本人同意，也没有任何医疗证实的情况下，公开陈述他人的精神状况已经涉及隐私问题，而将其描述为天天想自杀的程度，更是严重的负面标签。在泰国的法律框架下，这种足以严重贬损他人人格，使其社会评价降低的虚假陈述，已符合刑事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我就去问当时喝的已经有点大了的这个巨伟，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说肖恩他们一家来过，在咱们这儿吃了火锅。我说吃没问题啊，但是你看着这哪像人类进食过的这个现场，吃的到处都是垃圾，烟头、纸巾什么，这到处都是，而且还没有收拾。第二个指控，被弄脏。严东熙接着详细描述了一场他与肖恩、巨伟的露营。他用极其夸张的词汇，将这2位朋友描绘成缺乏公德心，会把营地弄得像垃圾堆一样的人。法律上，这同样可能构成诽谤，因为这种指控的目的是摧毁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与个人素养。他试图让观众相信这2个人素质极其低下。最关键的是，在巨伟先生事后公开发布影片否认这一切指控之后，严东熙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在后续的影片中变本加厉地指控巨伟先生的澄清是被胁迫的，不敢说真话。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被称之为持续性的恶意。第一次的陈述可能是鲁莽，但在受害者公开澄清后，还继续用新的谎言去掩盖和攻击，这就是恶意的明显升级。在用巨伟先生做完铺垫后，严东熙迅速将矛头转向了他的主要目标肖恩先生。他采用的手法同样是陈述所谓的事实，但指控的性质更加严重。所以说我觉得我相当于去断了他的财路，也可以说他急了吧，可能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我知道你在哪儿啊，你不要乱说话，你不要再瞎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不想出事你就别瞎说。第3个指控，被威胁。肖恩先生一次正常的看房行为被严东熙描绘成了一场黑社会式的恐吓。他向观众暗示，肖恩是故意去看他家附近的房子，目的就是为了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让他闭嘴。让我们再次回到法律层面，将一个合法的商业行为恶意曲解为足以构成人身威胁的犯罪预备动作，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评论的范畴。这是在指控对方有犯罪意图，意图将对方描绘成一个危险的、会采取暴力手段的潜在罪犯。在所有类型的诽谤行为中，这种指控的性质尤为恶劣。我搬来这个房子是巨伟租的车来帮我搬的家，所以说巨伟肯定知道我住在哪里。我并不是说巨伟把这个我家的位置透露给了肖恩，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啊。
为了让这个被威胁的故事听起来更可信，严东西还需要一个内鬼的角色。他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巨伟先生。在影片中，他抛出了这段话术的经典之作：我不是说巨伟把我的位置透露给了肖恩，但是我也不能保证。这种我不是说但是的句式是一种典型的恶意影射，他的真实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引导观众去想他口中说不愿意去想的那个方向。他先建立一个前提，巨伟知道我住在哪，然后再抛出一个看似被否认，实则被强调的怀疑。这种手法在法律上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恶意的诽谤形式，其唯一目的就是将巨伟先生塑造成一个会泄露朋友住址，将朋友家人置于危险之中的告密者。他再一次将朋友当成了攻击另一个人的工具。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卖的这个人猿鸟。他说这个东西啊都是中国产的，在这个阿里巴巴上进货也就是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第4个指控，被诈欺。这是严东西在这段时间里抛出的最具杀伤力的一枚炸弹。他指控肖恩先生贩卖的宗教信物人猿鸟是来自中国阿里巴巴，成本仅需几块钱的廉价工业品，其本质是宗教诈欺。在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这都是极其严重的指控。他不仅仅试图摧毁一个人的商业信誉，更是对其个人品德的彻底谋杀。他要让所有观众相信，肖恩是一个亵渎信仰、利用信众虔诚之心来骗钱的无良商人。为了强化这个指控，他后续还发布影片，用疑问句的标题暗示肖恩急访义乌订货，试图将肖恩与义乌假货这2个标签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在短短几天内，严东西就完成了他所有的核心指控。对巨伟先生精神不稳、功德败坏、被人胁迫；对肖恩先生黑社会威胁、宗教诈欺，每一项指控都精准地打击在一个人社会评价的要害上，每一项在泰国的法律下都足以构成刑事诽谤罪。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一般的诽谤者会将自己的动机隐藏在善意批评或公共利益的外衣之下，但严东西选择了亲口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我觉得对于作恶的人，你不能就这样一说了之，尤其是在他还没有进行道歉，也没有认错的这个情形下，我觉得更需要用一个漫长的过程让他难受。用一个漫长的过程让他难受，这句话在法律上就是主观恶意，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自白。他所有的行为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监督，也不是出于善意的批评，而是一场带有个人意图的，以伤害对方为最终目的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而这也正是这2场官司必然会发生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只是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我们只用了严东西自己的影片，他自己说过的话来还原了这一切谎言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集，我们会继续分析他是如何在法院立案后公然对数万观众谎称查无此案，企图欺骗公众，他又是如何在收到法院传票后对观众隐瞒真相并继续扮演无辜者，以及最终他是如何在法官下达禁言令后公然藐视法庭，将自己推向更危险的法律深渊。这是一场关于网络诽谤、司法程序与人性恶意的连续剧，而我们会陪着所有观众一集一集的看到最终的结局。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认为还原真相是有意义的，请将这支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支影片见。